好，今天特別來關心到川普他自己的內憂外患哦，他現在急了，怕這個中國大陸的稀土持續的卡脖子。另外呢，大陸到目前為止只買了大約3%的美國大豆，真的是嚇壞了美國民眾跟川普哦。另外，川普內部還要面臨到的是物價失控、黨內倒戈，甚至是副總統范斯都要跟他搶位子。川普會不會提前跛腳呢？今天都會一起做關心。3個火線話題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。稀土大豆都卡關，難道原本談好的中美協議會翻船嗎？接下來這個美國是不是全面的焦慮？要怎麼樣解決眼前的問題呢？另外，現在美國內部的通膨問題非常的高，咖啡還有牛肉的價格不斷的狂漲價。川普在這時候急撤了200項的食品關稅，希望能夠救這個民怨哦。但是眼前我們也看到比較大的問題，就是感恩節跟黑五的商品折扣，因為關稅的這個增幅實在太高了，導致的通膨，所以呢，商品折扣開始大縮水了。剛剛提到的共和黨內部也出現了許多倒戈的聲音，澳洲也倒戈，副總統范斯也逼宮說，2028年他要接班，川普會不會提前跛腳呢？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做關心。美國眼前的3個卡關的重要議題，今天我們來看到，第一個就是稀土，第2個是大豆，第3個是通膨問題。先來看稀土的問題。雖然說他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稀土的依賴持續的升級，但是嘴巴上可不是這麼說的。美國財長貝森特要求在感恩節前說，大陸啊，你趕快敲定稀土協議哦。如果你有什麼變卦的話，我們美國是有很多報復工具可以來對付你的。再來看到大豆，中方原本承諾的是明年1月之前要採購的1200萬噸的大豆，但現在實際採購啊，幅度不到3%。最後來看到是通膨全面的炸裂哦，包括了感恩節、黑五購物節，美國人吃不起買不起。先來看這個感恩節平均支出487美元，因為通膨的關係，成本較去年大增了至少13%，而因為呢這個關稅提升的成本，所以呢折扣也都全面的減少了，折扣的商品數量也都減少了。那麼咖啡1年狂漲40%，牛肉11%，香蕉更是高達了8.6%。怎麼看现在目前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談判，難道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嗎？楊老師怎麼看？我覺得現在在上一次他們的釜山會議之後，大陸這邊其實長久以來跟川普跟美國政府交手啊，其實很清楚，一定要對等。第一個，這個對等就是你先對我制裁，你先對我打貿易戰、關稅戰、科技戰，然後呢，甚至所謂的叫做長臂管轄，然後50%的穿透性關稅，安氏半導體案。那我回應，我反制。現在我們說先暫時休兵休戰，因此呢，各自先放緩一些作為。那我先看你有沒有先放緩呢？一定是你要先改變，我才會回應。所以對等，然後回應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，美國自己貝森特他自己掌握不住，同時我根本覺得他也基本上在不斷的放話，在所謂的引中國大陸到退縮之後呢，然後呢他自己維持不變。那商務部這個不是貝森特管的領域啊，商務部的這一些制裁措施有沒有改變？荷蘭政府有沒有在安氏半導體上面退縮？荷蘭有沒有改變他在這個人事上的這些作為？都看了沒有你變化呀。所以第一個要對等，你對等之後我回應。然後如果你不對等，那我就繼續維持這個反制，顯現出其實中美雙方在這個貿易談判上高度的彼此的不信任，尤其是北京這邊一定要抱懷一個對美國是不信任，而且一定要質疑，因為從一開始，他的目的其實就是不斷的要打壓中國，在制造、在出口、在科技層面。那不管中國現在是怎麼樣的發展，怎麼樣取得這個成就，但是美國的最後的目標是沒有變。那他可能暫時的收縮，但我要看到你確實的作為。所以我們現在檢視所有他在釜山會議所答應的這些項目，沒有什麼太大的改变。那我為什麼要多買你？我基本上採購1200萬噸，這已經很不得了哎。那已經算是多。當然你說如果只有3%，那可是事實上，如果以每個月的這個採購而言的話，差不多就是1200噸到1500噸。因為中國大陸跟美國購買1年大概是1億
3000萬噸。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其實已經大陸有所作為。這個時候，美國應該自己本身不管是在關稅上，還是在經濟以及科技的制裁上，要拿出具體的作為。我覺得大陸這邊才回應。那這個時候呢，其實大陸也要財政部我看到他們的商務部也有公開的這麼講，也就是說，這個是一個相互的。你要有具體的作為之後，我們也會配合實踐釜山會議的共識。好，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陸已經展示了對美國的高度不信任度呢，另外一方面，川普要憂心的還有就是自己國內的通膨問題。眼前的這個感恩節再加上黑五，看起來這個表現都非常的不好哦。那川普決定撤下200項針對於食品的關稅來救美國的通膨問題，艦長怎麼看？我們看到啊，那個有關於感恩節的部分，我們上個禮拜的節目正好討論到有關於 Walmart。他提出的這個感恩節菜籃的內容啊，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啊，這個商人的嘴啊，騙人的鬼啊，他拿出那照片，感覺好像今年比較豐盛，其實沒有，他少了14項以上的商品啊，對，那內容變少了，然後但是呢，它的價格其實相對來講是漲的。那我們如果最近看最近的一份那個民調有。也就是《華盛頓郵報》他的一個說法，如果我們看，如果對於美國成年人的看法啊，他會認為雜貨漲的佔71%。對不起，這生活每天所需碰到的就是這樣。然後公共服務，例如說水電瓦斯這樣漲了59%，那對於醫療的話漲了43%。所以我們看這個，我們剛剛只看成人哦。如果看這一個，無論是共和黨或者是民主黨，甚至獨立黨派的，其實通通都是這樣的一個趨向啊。那現在為什麼一直漲呢？其實這是一種預期心理啊。也就是如果我們來看那個密西根大學他做的一個統計的話，我們就會看到，其實在這個時間點，也就是川普他要當選的时候，我們就已經看到大家的預期心理已經開始了。那真正最高的達到最高的時候呢，是在這個對等關稅起徵的1個月之後，也就是5月，因為大家發現川普好像不是說啊，這次是玩真的。雖然後來因為跟中國大陸的各種折衝之下，做了非常多的改變，那但是呢，其實這個大家的預期心理還在啊。現在最新的預期心理啊，也就是未來1年的話，是它的那個通膨是4.7%啊。那如果以這個通膨來講的話，其實真正影響最大的是每天大家的日常所需。我們看美國的電影，或者是直接到美國去觀光，你就會看到美國到處都在賣咖啡啊。那問題是咖啡最大的產地在哪裡？咖啡最大的產地是在巴西啊。美國現在對巴西課徵50%的關稅，那對不起，那個羊毛長在羊身上，你就是這樣拔。那也就是我們這樣講的。這個都是對等關稅後續的問題，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主持人講說，這個咖啡1年漲了40%，我們就再一次確認了，這個對等關稅其實最後都是由美國自己的消費者來承擔。那而且呢，我們剛剛講到說，為什麼川普他要那個多達237項的一個進口農產品都開始免稅？為什麼？因為他實在是撐不下去了。再這樣下去，剛剛已經講到說，有關於明年的可能會發生的，無論是範斯啊，對他的一個逼宮啊等等，那他現在要最好把他自己的位置坐穩。坐穩的方法是什麼？也就是平抑物價。那可是這個平抑物價，我們剛剛有講到有關於這個預期心理的部分，他怎麼樣免除預期心理才是最大的問題，所以他就把矛頭對準了中國大陸，也就是你趕快，那個最好那個100艘船、200艘船的來買大豆，大家看到了哦，中國大陸開始採買，那預期心理就降低了。然後我今天早上看 Bloomberg 他的一個直播，他直接把這個現在美國物價的波動，直接歸納是中美的這一個有關於對等關稅的爭端，所以為什麼川普急於解決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關稅問題，其實問題就在這裡。
對，確實哦，因為經濟的問題，所以川普現在不支持率其實已經在美國內部高達了60%。接下來其實就是要面對的就是期中選舉。那現在擔心的事情就是不只是自己川普內部共和黨倒戈，甚至剛剛提到的嘛，這個范斯的逼宮，還有盟友也是不是要跟這個川普來做切割呢？我們繼續的看下去哦。現在呢，美國選民對他的經濟期待已經崩盤了。原本是說來自於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報道，80%選民是因為川普啊，我對你這個上任之後有一些經濟上面的期待，所以我支持你。但是沒有想到你卻把經濟搞成這個樣子，讓民主黨趁勢的崛起哦。尤其看到了這個紐約市長等等的3場選舉都是民主黨勝哦，讓這個美國人民哦，可以說呢，直接就反映了民意哦。那美國人民現在最大的痛點就是真的物價太高了。剛剛講嘛，共和黨自己內部都翻船了。這位是共和黨籍的眾議員葛林，他痛批川普說呢，支持阿根廷哦，像讓這個美國人挨打了一拳一樣。因為民眾現在為了生活成本感到非常的憤怒啊。范斯都說了，期中選舉後呢，我就會來跟川普好好談談了，是否來談2028的接班問題。川普會不會提前跛腳啊？委員怎麼看？不太容易提前跛腳，除非他在眾議院、參議院同時都成為少數黨。但你目前來看的話，可能只有一個院，不會2個院都如此。所以他還是可以跟民主黨啊產生某種恐怖的平衡跟恐怖的鬥爭。那至於在黨內呢，有人會發出一點聲音啊。比如說，這個副總統范斯，他現在講說你不行，我來接班，這個簡直觸犯了川普的大忌。范斯在美國政壇上是沒什麼實力的，所以我覺得他那條小命自己至少看好一點啊，比較實際啊，川普畢竟是大帝，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啊。我們來看看明年川普會不會贏的幾率很小啦，只是輸多少而已啦。那主要原因真的是生活費，最高不是通貨膨脹。美國現在通貨膨脹，上個月是2.9%，這個月是3%，這在全世界標準上面不是什麼多高的通貨膨脹率啊。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，那為什麼這些東西啊已經漲翻了，它通貨膨脹率不提高？因為漲的是老百姓有感的物品，比如說牛肉啦、咖啡啦、生菜啦，每天要用的，哦，怎麼漲那麼多啊？心裡覺得很痛苦。可另外一方面，有些不漲，比如說2手車啦、1手車啦，現在媽媽咪也在跌，還有不用講了，黃豆也是跌得一塌糊塗啊！所以有一些東西呢，經濟蕭條，包括電器用品呢，都跌得很兇。可是有些日常生活要用的，那就很慘了。事實上是石油價格也沒有在漲啊，所以加權平均你會發現說，美國沒有通貨膨脹，但生活物品漲得太兇。老百姓投票管你是什麼通貨膨脹哈，我是不爽我就投反對票了哈。所以目前來講哦，共和黨裡面是人人自危，尤其這其中選舉要全面改選的眾議員，以及1/3改選的參議員，那這個就是有一番困難。澳洲也最好玩的，因為這個川普啊，因為受不了了。把這個牛肉免關稅，因為美國自己的牛肉都是比較高檔用在做牛排用的，進口在做漢堡用的，巴西啦、澳洲啦都是如此。那現在對進口牛肉這個豁免這個關稅好處說，平民百姓吃漢堡價錢生活費可以掉下來了。可是澳洲就打蛇隨棍上。你不要光豁免牛肉嘛，你把我們對澳洲所有的關稅全部取消嘛所以這個簡直是給川普難看，而且這個聲音會越來越大。你不要光取消那幾項嘛，你就通通取消嘛這個牛肉啦、咖啡啦、生菜啦，什麼都全部取消。因為川普在搞這個關稅戰，我不是跟你講過嗎？王安石變法一事無成啊，現在已經慢慢應驗了。為什麼？他那一套理論根本完全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嘛，整天這麼自以為是哈，他也不聽聽經濟專家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，那自己當秘醫啊，藥拿了隨便吃就吃出問題來了那我們只能看到他什麼時候跛腳，但目前來講，除非2院都輸，要不然他還是會繼續猖狂下去。范斯，你小心你的小頭。好，謝謝委員，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內中之爭。戰略價值，強權崛起，小國生存。現在與未來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